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桃太郎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日本有一对年老的夫妇，他们住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。虽然他们年纪大了，但生活平静又快乐。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孩子。他们常常希望有一个小宝宝能够一起陪伴他们。有一天，老奶奶决定到河边去洗衣服。天气很好，太阳暖暖的，老奶奶开心地唱着歌，将衣服放进河里搓洗。突然，她看到河面上飘来了一颗又大又圆的桃子。那颗桃子在水中慢慢漂流，像是有魔法一样吸引着她。老奶奶心想，这么大一颗桃子应该很好吃。她快步跑过去，将桃子捡起来，抱着这颗桃子回家时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回到家，老奶奶立刻叫老爷爷过来，一起吃这颗大桃子。老爷爷接过桃子，微笑着说：“真是个大桃子啊，我们一起来吃吧。”他们用刀小心地把桃子切开。突然，咦，这是什么？老爷爷惊讶地大叫。他们发现桃子里面竟然有一个小男孩。这个小男孩圆圆的脸蛋，红红的皮肤，看起来又可爱又健康。老奶奶和老爷爷两个人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小男孩睁开眼睛，对他们微笑，像是已经认识他们一样。老奶奶捧起小男孩，轻轻地说：“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会有一个小宝宝呢？”老爷爷笑了笑说：“我想，这一定是天上的神明赐给我们的礼物吧。既然他来到我们家，我们就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吧。”于是，老夫妇决定把这个来自桃子的男孩当成自己的儿子，并给他取名叫桃太郎，因为他是从一颗桃子里出生的。桃太郎在老夫妇的爱护下，长大得非常健康，渐渐成为了一个聪明勇敢的男孩。他每天都帮助老爷爷和老奶奶做事，无论是割草、打水，还是修理房子，总是做得又快又好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有一天，桃太郎听村里的长辈说，远方的鬼岛上有一群恶鬼。这些鬼怪不但抢走了村民的财物，还破坏田地，让村里的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。听到这些，桃太郎决定他一定要去鬼岛，把那些鬼怪打败，让村民们过上平安的日子。爸妈，我决定要去鬼岛打鬼怪了。桃太郎跟老夫妇说。老爷爷、老奶奶听了后都很担心，但又知道桃太郎已经下定决心，便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啊，桃太郎，这样的事情太危险了，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老奶奶问。没关系，我会小心的，还有，这样才能保护大家。桃太郎微笑着说。老爷爷也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既然你决定了，就去做吧。于是，老奶奶准备了许多糯米团子。这些糯米团子不仅是食物，还是桃太郎出发时最重要的东西。他一边包，一边叮咛桃太郎：这些团子带着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帮到你。桃太郎感激地接过糯米团子，背起行囊，开始踏上了前往鬼岛的旅程。当桃太郎踏上旅程时，他首先遇到了一只狗。这只狗看起来很瘦弱，正在树下喘气，看起来很累。桃太郎走过去，看见狗狗的样子，便从背包里拿出一颗糯米团子递给他。这个团子给你，吃了会有力气的。桃太郎友善地说。狗狗接过团子，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，感觉身体变得有力多了。它高兴地摇着尾巴，感谢桃太郎。谢谢你，桃太郎，你真是个好人，给我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感觉好多了。桃太郎微笑着说，没问题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走，这样会有更多的力量来帮助我哦。狗狗听了之后点点头说，我当然愿意跟着你，我会帮助你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。接着，桃太郎又遇到了一只猴子。这只猴子正在树上跳来跳去，看见桃太郎后，猴子也跳下来，跑到他面前。你要去哪里呀？猴子好奇地问。我要去鬼岛，打败那里的鬼怪。桃太郎回答。猴子听了，眼睛亮了起来。鬼怪，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去。桃太郎从袋子里再拿出一颗糯米团子，递给猴子。这颗团子给你，吃了会更有力气。猴子高兴地接过来，吃了之后，开始跟着桃太郎一起走。后来，桃太郎还遇到了一只雉鸡。这只雉鸡正在田野里跳来跳去，看见桃太郎时，立刻飞过来，问他要做什么。我正在去鬼岛，要打败鬼怪，保护大家。桃太郎说。雉鸡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也要去，让我飞到天上看看鬼怪藏在哪里。桃太郎笑了笑，递给雉鸡一颗糯米团子。这颗团子给你，吃了可以飞得更快哦。于是，桃太郎、狗、猴子和雉鸡4个伙伴一起朝着鬼岛出发。当桃太郎带着他的狗、猴子和雉鸡来到了鬼岛时，看到的景象让大家都感到很震惊。鬼岛上，鬼怪们正在大肆抢掠、破坏，岛上到处都是恐怖的鬼怪，它们牙齿尖锐，看起来让人害怕。但桃太郎并不害怕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来保护村民，让大家重新过上平安的生活。于是，他带着动物朋友们一起计划
准备对付鬼怪。我们不能正面跟他们打，这样会很危险。桃太郎对他的朋友们说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狗问。桃太郎想了想，然后指着一座岩石屋的高处说：我们爬到那里，从高处丢下超大的石头，这样能吓到鬼怪，让他们投降。大家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于是他们迅速爬上了岩石屋的高处，站在高高的地方。桃太郎指挥大家摆好姿势，准备丢下那颗超大的石头。准备好了吗？桃太郎问大家。准备好了。狗、猴子、雉鸡齐声回答。接着，桃太郎用力把那颗超大的石头推了下去，石头重重地砸到了鬼怪首领的头上，大鬼怪被砸得痛苦地摔倒在地，痛得叫了起来：啊！你们怎么敢这么做？鬼怪首领愤怒地叫喊：这是给你们的教训！桃太郎大声回应：现在你们必须把之前偷走的东西全部还给我们。鬼怪首领痛苦地挣扎着，最后他忍不住投降了。他趴在地上，低下了头说：好吧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会把所有偷走的东西还给村民。看到鬼怪首领投降，桃太郎高兴地点点头。他走过去，向鬼怪首领索回了所有被偷走的财物。鬼怪首领和其他鬼怪都乖乖地交出了所有的宝物，包括村民失去的金银珠宝和稻米。桃太郎接过这些东西，向鬼怪说道：你们要记住，不能再做坏事了。桃太郎和他的动物朋友们带着这些宝物回到村里。村民们看到桃太郎带回来的东西，都高兴地欢呼起来。桃太郎，你带回来了我们失去的东西，谢谢你！村民们纷纷围过来，感激地说。桃太郎笑了笑，将所有的宝物分发给村民们，说：这些是你们的东西，从现在开始，鬼怪不会再来抢夺了。村民们开心地接过宝物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，而且为桃太郎和他的动物朋友们举行了一场庆祝会。桃太郎不仅成为了村里的英雄，也让大家学会了勇气、智慧和合作的重要性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当面对困难时，要有勇气去挑战，像桃太郎一样，不怕困难，勇敢出发。而且，当我们与朋友一起合作时，能发挥更大的力量，克服更多的困难。桃太郎能成功打败鬼怪，也因为他有动物朋友们的帮助。这告诉我们，团结合作，互相帮助，才是成功的关键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